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A 神啊。那今天我們會來跟大家開場，跟這個主流英雄啊，對，主流英雄阿澤打的這一場比賽。那其實啊，這個頻道，如果大家是一些老觀眾，或者是一些看了我一段時間的觀眾啊，就知道阿澤在我這個頻道裡面是非常之不受歡迎的。那基本上我每次打了一些阿澤的影片啊，那個觀看數都會比以往的少一點點，就是大家都很不太喜歡那個阿澤的對戰。那但是啊，今天呢，我們的那個角度就會多闡述一下其他的一些另類的東西。為什麼？那因為啊，在阿澤在那個韓服大概應該是2個禮拜前的更新嘛，就已經迎來這個阿澤的大削弱。那其實是不是大，我也不知道，因為也像之前所說，阿澤啊，他的那個削弱，就是他全都是傾向在這個綠色能量球那邊嘛，就是把一個綠色能量球什麼瞄準的那個幅度啊，什麼瞄準距離啊，那些自瞄距全都削了一波。那雖然這樣說，但其實啊，我等那麼久，還是沒有看到任何的那個阿澤的實戰影片流出來，或者是拍攝出來。對，所以我是無法評斷究竟阿澤啊，到底他那個削弱是大還是少，就是這個原因了。那其實平時啊，我是也算是看了，也算是多吧，就是那個阿澤的影片，不是，就是那個韓服機場影片。那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，這是真的找不到太多，或者是基本上就找不到任何的那個阿澤的對戰了。那可能啊，是我看的還是不夠多，對，也是有可能的。那如果你是有看過那個阿澤的對戰的影片的觀眾，或者是你是一些韓國的觀眾，也歡迎跟我說。現在過了2個禮拜了，究竟阿澤那個削弱到底是大還是小？那請你在留言區跟我說，我也非常想知道。对，那這個是第一個話題。那第二個話題就是，這個是也算是一個重要的事情嘛，就是大概2-3天前了，就有個 GM， 就是印尼服的 GM 嘛，就在那個官方 Discord 裡面就提到過，原來印尼服的競技場更新了，將於在這個5月初啊，會時裝在這個遊戲裡面。對，那終於啊，總算是有消息啊。那因為韓服的這個競技場更新其實已經過了很久了，大概差不多一個 season 多一點時間了。那在印尼服啊，那總算收到個消息是5月初終於會把這個東西時裝在這個印尼服裡面。那好消息是，它總算有個時間說出來。那壞消息是什麼？就是如果大家知道的話，現在競技場啊，有2個人在爭奪這個第1名的頭衔。對，就是有個之前所說啊，有個不停地在場外飛的那個玩家，在不停的用跑步的方式來拿下這個第一名的那個戰鬥。那另外一個玩家就是一個之前所說實至名歸的第1名，那個玩家就不停的追趕着這個第1名的頭衔，兩股勢力不停的競爭啊。現在這個狀態是，那壞消息是什麼？或者是說，那這個關壞消息有什麼關係？對於這個壞消息，是因為啊，那就代表說他們2個人啊，要在這個混沌的漩渦裡面再競爭多1個月，起碼1個月時間。對，那之前所說啊，這個就是一個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。對，那所以的話，我希望那個實至名歸的第1名，他可以少遇點外掛，少遇一點跑不停的場外飛的人，少遇一點拔線，少遇一點奇怪打法的人。那希望他可以把那個第1名的寶座在更新前拿下來。对，那对，那個就是我想說的話。那就是這個也是這個壞消息的一部分。那另外一個壞消息是什麼？就是這個是關於我的壞消息，就是他如果更新之後，他就會把這個5場3勝的那個
比那個 BO5 的那個比賽規則改成那個3回合2勝的那個遊戲規則，就是 BO3。對，那這樣的話對我有什麼影響？那就代表說我的那些影片啊，就如果只發一場戰鬥的話，影片就會變得非常非常之短。那非常非常之短的話有什麼影響？那就是可能他就算你打完整局啊，可能你的影片只會在4分鐘或者是5分鐘之內。那對於我這個頻道的發展是不好的。那我的解決方法就是，我應該是會把2場戰鬥放在一起發，如果在更新之後的一些素材。那這樣的話，那個影片的主題就會變得有點分散，對，就是不好聚焦在一個主題裡面說，是比如說這部的主題就是說阿澤的更新嘛。那如果2部合在一起的話，那就很難再做到這種一個主題合在一部影片，集中在一部影片說的那個方向。那所以的話，對我來說是一個壞事啊。那對於觀眾來說也可能是一件壞事，因為他們也可能會不集中看這個影片到底想表達什麼那個狀況出現。那但是也有個好處，就是那個影片會因為2部合在一起嘛，那就一定會超過8分鐘。對，所以的話，对於觀眾來說也算是一個好事。对，那大致上就這樣。那個阿澤爾的部分，那還是等一些玩家可以在留言區跟我說。那但是已經上次2個禮拜前了，有個韓國觀眾跟我說阿澤爾那個是一個大的削弱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些另外的韓國觀眾，有一些新的觀點也歡迎隨時提出來，因為我們這個頻道啊是非常非常之鼓勵討論的。如果你的意見跟我不同的話，直接在留言區跟我說，我們就把這個討論的那個氛圍啊拉到最高。對，那就是我創立這個頻道的其中一個目的啊。對，那這次這個比賽就來到這個第3回合了。那打那個阿澤又是以前的局，阿澤啊，我這邊的話讓他抓到，那直接死了。來到這個第4回合，那也是那句，打阿澤有什麼需要注意？那其實啊，也是說了很多非常非常之多次，就是綠色能量球。那其實啊，如果進攻型的綠色能量球的話，其實你的打法很簡單，就是要不停的避開，因為通常進攻型的那個綠色能量球啊，你的那個唯一打法就是要不停的扭開他的一些能量球，不會讓他打中你。但是如果是另一種打法的綠色能量球，就是另一种打法的阿澤是什麼？就是 hit and run， 又是我們這個頻道常提到的一個概念。hit and run 的那個綠色能量球，那個阿澤你會怎麼應付？那其實啊，就沒得應付。對，這個就是為什麼阿澤啊，在這個版本是屬於那麼強勢的原因之一啊。對，就是如果那個阿澤就是你的對手是刻意的不停的避開，不去主動參與這個戰鬥，就是不停地用綠色能量球一邊跑一邊用來抓你的話，你是這個是無可避免的跟他打的，就是你是根本會跟他打不了。這就是 hit and run 阿澤的那個一個很強的位置。所以的話，我說這次韓服那個更新為什麼要着重在這個綠色能量球裡面，就是很明顯就是為了削弱這是這個 hit and run 打法，這其實這個手段。那我希望這也是那句，我希望這個削弱是真的有用，對於這個 hit and run 打法，不然的話它只是一個把它整體能力拉低的一個更新而已。那其實我最希望就是它可以把這個 hit and run 打法，就是綠色能量球對於 hit and run 打法的影響有一個大的削弱。對，這就是我希望他做到的目標啊。所以的話，如果韓服那些 YouTuber， 就是那些拍那3個影片的那些人，還是沒有那些關於阿澤爾的那個影片傳出來的話，那我們就等5月那個更新嘛，就是剛才所說5月有一個大更新，就是那個季度更新，通常就會伴隨着這個版本更新了。那到時候我們再來試一下，就是再來測一下，到底這個阿澤的綠色能量球到底是一個大削弱，還是一個普通的機體上的削弱而已。OK， 那來到這個第5回合，那但是這有點好處的是，這個玩家是一個進攻型的阿澤，就是不是那種 hit and run 的阿澤，所以的話，
打法是可行的，不停的閃開他的一些能量球的一個打法是100%可行的。OK， 這邊都抓到，那直接給他黑毛光波，不錯不錯。那前期嘗試再多抓他一點啊，因為前期是把血量壓下來的最好的時機。OK， 這邊的直接 SD，OK 抓到。那來到，哎呦，這邊的為什麼瞄準不了？是因為他那個看起來是站立狀態，那其實不是，他只是看起來像，那其實他很明顯是有輕輕的跳了一下，所以導致剛才那個是跳躍狀態，我是瞄準不了他的。OK， 那這邊的話可以啊。那他換了聖獸，那技能階段來了，那這邊抓到的話直接，哎呦，這邊我是打算拉一點距離，然後再用殺蟲抓他，當然我失手了。我這邊的話，哎呦，那這邊準備頭盔，哎沒有。那通常呢，他那種在頭頂走去那種行動啊，都只有2個要做，就是1，他是打算抓你；2，就是他在騙你。就是他裝着抓你，他其實沒有。那個也是我常用的那個技能啊，就是在人的敵人的頭頂裡面竄來竄去。那其實我是什麼都不做的，对，就是看能不能騙他技能而已。OK， 這邊都抓到，那直接踢下去吧。哎，沒有。哎呦，不錯不錯。那這邊的話，我應該是有避蜜蜂。哎呀，可惜。那這個就他忍得不錯啊。OK， 哎呦，可以。那邊我這邊我知道他會準備換英雄用超新星，所以我直接換回超时紅。那我的頭盔就有反裝，那就不用怕他後續的一些連擊啊。OK， 這邊說我看到他好像看了一個春秋秘籍啊，那我們就盡量把他披風逼出來。如果逼不到的話，那就會陷入這個很麻煩的狀態。OK， 這邊呢應該用衣服抓他。OK， 對。那這邊呢把他射，然後給他用兵上場。OK， 這邊頭盔可以。那這邊的話再抓他一次，他就死了。OK， 抓到。那最後的記得訂閱一下，謝謝。